一同欢庆酷酷10周年，一系列精彩活动等您参与。马来西亚曾经有过很辉煌的一代人，可是这几年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所谓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讲网络跟成功，这样传统要怎样做才算成功？成功点就是你的流量高。不一定哦，我觉得传统歌手没有认真去思考自己的特色是什么。他是在意吗？还是只是在掩饰自己？对，没有我想要讲的就是，当然我今天我不是说要不要做改变？你越带越偏，本来已经很乱了，还一讲我就更乱这样。你自己都没有努力，你怎么样让你的作品让更多人听到？然后你就一直complain来，因为太多人了啦，所以我做不起来了，我的歌那么好听都没人听，那个是你的问题。传统他们是等着被喂的，叫你做什么你做，有一点像傀儡这样。我不是不要改变，我要怎样？我真的听起来是有借口的成分啦。我觉得不甘心肯定有的。我们曾经有一个巅峰期，突然间当你沉淀下来的时候，你就会 feel 到哇，说突然间要这样 serious，why？ 来，你这样，我不要，很烦啊！坐在那边的时候我是很压力的，我为什么还要出现在这边？我不懂他会是怎样的一个 impact。我努力啊，可是后面我放弃啊。我们知道这个节目没有好东西啊。谁呀？谁呀？歌手崛起吧！歌手崛起吧！好了，坐这里，开始了。我不是歌手，我只是一位很纯粹的音乐爱好者。曾几何时，马来西亚有一大票会发光的歌手，他们的作品安抚过无数人，他们也在世界华语乐坛上有一席之地。最佳女歌手奖戴佩妮，林宇最佳国语男歌手奖郭姐姐。但认真思考，这好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这是一个未解之题。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马来西亚近这几年鲜少有出现一群会发光的 superstar？ 到底是听众放弃他们呢？马来西亚都不注重自己的歌手，他们都是比较注重外国的。可以讲现在出的歌越来越奇怪啊，为了流量的话就没有必要啊。很多我以前喜欢过的本地大马歌手都不懂去到哪里。你们可以做啦，但是我不会听啊。又或者是歌手本身的音乐素质堪忧。其实我会觉得很像口水歌。本地歌手啦哈，会比较注重在 quantity 上面，比较没有 quality。网红发一个歌就叫歌手，根本就不合理啊。有一些是真的有实力啦，但是有一些就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啊。可是他们实力仅仅就停留在那里了。马来西亚中文音乐真的不行了吗？我没有答案，我也没有资格给答案。如果你曾经被马来西亚的好作品、好声音，甚至是好歌手感动过，哪怕一首、一位，我都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档节目，把所有人凝聚起来，一起去探讨这件事情，一起去找寻这一个答案。由酷酷主要赞助 Astro 首档音乐实境秀《歌手崛起吧》，歌手美声不断，酷酷10年与您健康常伴。感谢合作伙伴 Adonis 艾美雅。Adonis 艾美雅内外调理，让人人成为自信与光彩的代言人。哇，好像巴厘岛啊这边，还有红地毯，很够力这样哦。我是第一个到的咩？
进去啊！是歌手崛起吧，还是崛起吧？歌手崛起吧！大家好，我是最爱讲废话的歌手大莹。哇，多 camera， 很大制作哦。传统歌手，网络歌手。真的很可怕嘞！这样多个 camera， 我感觉有被很多 CCTV 罩住这样子嘞。重点是没有人跟我讲我要做梦，我就。歌手，请选择就座。随便坐下。不要了。坐这边。歌手崛起吧！我是最可爱，可是唱起抒情歌来又非常帅气的车子。2015年，我到了台湾参加星光大道，然后得了冠军。总冠军的得主是车志力。然后后来也在台湾跟马来西亚也签了公司，那后来就也发片了。最深刻的当然就是我自己的第一首歌，叫《还是会想你》。因为这首歌呢是我在去星光之前帮一部电影唱的主题曲。舍不得说忘记，却还会想你，不舍得快乐，怎么会不快乐？好深刻，就因为爱你太曲折，我们才抱头痛哭，天空都灰了。谢谢。Hello。Hello。这样都看不了。所以我们要这样做。歌手，请按照身份备份锁定位置。这哪一个是第一？我这个、啊？不要，我应该是中间吧。好歹也有出道10年了，应该中间了。Hello， 最后个啥？你好，车子。哎。啊，所以。你将来。我们的，我做 Grab。这个是谁呢？我刚是猜有梁静茹啦。梁静茹。所以，我本来以为他是一个救我的人，结果更尴尬啊！那个车志力啊，也不爱。这是我一辈子最尴尬的聊天。我本来以为会有一些心理准备的，可是，他跟我讲他做 Grab 来了，我又不往那银行，我不懂得这样敢聊下去。歌手崛起吧！我是最多不同身份的歌手赵洁颖，我有 DJ 一定啦，是不是？主持人，我现在有时候做 on ground 主持人，那我有演过电影，想当年我就获得了这个新秀大赛的亚军，2011年啊，然后人气王。Astro 新秀大賽2011，我的至愛新秀得主係潔瑩，佢嘅人氣係最勁嘅。然后去到这个华人星光大道，
获得季军的星光人气王赵洁颖，恭喜洁颖！人气王啊！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好像很多人认可我的表演，很多人认识我了。其实真的是在新秀大赛的决赛舞台上唱浮夸，突然觉得，我好像是歌手了。当然是有自己的作品才会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歌手，那就是 BFF 咯呀。是一个歌手哦，还是希望可以唱自己的作品的，所以是 BFF。你的爱像曙光，四面八方，没有地方叫远方。我们要到更好的地方，请你往前看，谁站在彩虹尾端？好，收回去，哎呀。嗨。赵洁颖是歌手，我一直以为她是在电台做 DJ 的。我听过她的歌，可是我一直以为她是出爽这樣，可是我沒有想到她是唱了很多年的歌這樣哦。喂，分資歷啊？嚇？你應該上面啲點？唔係呢個邊個講嘅？係要分資歷嘅咩？係，陣間有聲㗎，你睇。你呃我嘅咪？你呃我？唔係真係有聲嘅，真係入嚟係咪？是不是有？沒有啦，隨便做的。唔係真係有聲嘅，你睇，快啲講嘅，快啲講嘅。得，係啊，做啦。你有猜到我們會來參加嗎？這個節目？哇！什麼鬼？你幹嘛你？我不知道車子對他做了什麼事情，但你是那種這樣，一直這樣子的狀態，那我就覺得，慘了，我是不是應該要 do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就是緩和一下，因為車子跟大影是完全沒有接觸過的嘛，然後就講話咯。可是我發現我當 DJ 當了這麼多年，我還是抵抗不住這個尷尬的感覺。歌手崛起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PP， 我是 Kevin， 我是 Kevin， 我是 Danny， 我是最会跳舞的歌手，我是最不会华语的歌手。我是最没有自我认可的歌手。OK， 真的要来大众比较来，3P 啊，这个 3P 这样就是Who Else。我觉得我们有我们的群众，只是 Who Else 让更多不认识我们的人懂我们的音乐作品，应该这样子讲。OK。Who else 一起把歌唱，呼声围就乱一番，新年歌单统统给我上，我要恭喜你到你趴。Who else 的新年歌没放，大团圆幸福听到你趴，准备一起来恶魔爆炸，一起来 Who else？ 不错，这个不是我们，必经之路，可以，必经之路可以，我知道，只是不是我们的作风。confirm 的嘛，一定有你们的嘛。Obviously here 啦哈 ，OK。欢迎歌手 3P， 请按照知名度锁定位子。嗱嘛，我都講啦。我們都不懂有誰。哇，不懂了，你坐這邊，坐這邊。我們你不要坐我的位置，你起來。我們三個這樣，全部都你坐這裡，這樣坐這裡。OK 哦，這樣啊，坐這裡。所以我們有最不出名跟最出名，所以他們會這樣。我們很 neutral， 就是我，沒有 drama。歌手，請鎖定位子。定啊。OK， 如果鎖了過後可以換嘛？可以。鎖就鎖定。歌手崛起吧，我们是分手分不了的。然后分手分了很久，然后突然间又再回一起，单飞不解散的福音 SM。12、3，快13年。
年尾就13年，好恐怖，13年。我们2个是来自一个训练班，结果公司讲，哎，不如把2把声音放在一起，哦，感觉还不错，结果就这样出道。对，然后我们就录了《分开以后》。在分开以后，回到一个人生活。我觉得我们算是很幸运的，分开以后就真的是爆红，除了在电台一直听到，逛街也会听到人家播这首歌。爆红了之后就去台湾，福音 SM 正式的成立，变成一个团体。清唱吗？在分开以后，回到一个人生活，偶尔会难过，在想起你的时候，我才能够不再难过，一笑而过。谢谢。哎，哇！传统歌手，传统歌手，传统歌手。以前一直以为福音 and Sam 是一个人，你知道吗？不过我刚才看到的时候，我连那一个是福音，那一个是 Sam 我都年代有点太久还是怎样，我不懂，很拍谁？也是传统的。傅颖可以坐中间的傅颖。好了，一个。所以他们媒体说董宇哲，董宇哲没错。来，我们唱我们的主题曲。晒一晒太阳。突然间冷了1、2下，我喂。很尴尬，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尴尬，我不懂我要做梦。我们很难，我们很久没有一起拍节目了。尴尬的感觉。OK， 这个时候我要拿 iPad 出来。其实等下，你们有没有买保险？不，没事，我不要哭。有买了保险哇！坐在。你不要笑先。OK 啊。OK， 你买什么保险？有意外险，有医药险，都有医药险。现在还有危险。你不要下水，你不要下水。欢迎歌手福音 and Sam。你应该早点进来吗？歌手，请按照资历、个人成就锁定位子。啱噶啦，你坐呢度啱啦。啱噶啦，你過嚟啦，唔好講咁多嘢，你過嚟。先講啦，先講。哇，江大阵仗啊 ！OK， 那我扒车。歌手崛起吧！我是最老，但是看起来不是最老的歌手 Danny 徐佳玲。2008新秀出道到现在16年。哇，16年！我比新秀大赛决赛的时候，因为我们第一次在 Stadium 唱歌，就好像你开演唱会这样，没有想过有这样子的一个舞台，10000人超过吧。那个觉得好像其实是 superstar 这样，唱了一首我没有很喜欢的歌，就是讲我是一个10000人迷啊，等你来接受我的爱这样。我觉得现在听回去，我觉得很格力，真的很格力。等你接受我的爱，不怕对手多厉害，我有我的王牌。哇，很娘，真的很娘。虽然现在也是差不多了，我不懂为什么有这样的歌词，把情敌抛在千里外。那个时候就好像是一个10000人迷这样，然后。谁做的这个？对不起，老师，李志清老师的弟弟李志远老师。等你接受我的爱，不怕对手多厉害，我有我的王牌，正义像排山倒海。Oh my love， 出手我比谁都快，把情敌抛在千里外。我佳佳，还有空位就是有人呢。这个就坐这边了。这个这边，坐这边了。这个这边，这个坐中间，这个不要 make sense。我不懂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看到有2个牌们讲说你要坐中间，坐中间。讲真的啦，无论是传统歌手还是网络歌手啦，他都是元老级的。什么传统歌手，什么？他都是鼻祖哎，他都是大前辈哎。不是，我现在搞不清楚状况。没有，他就这样选一个位置而已。
欢迎歌手 Danny 许嘉玲，请歌手按照身份锁定位子。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但是又在网络上唱歌。做总监啊！我发的第一首单曲啊，然后专辑啊，全部都是透过传统平台发出去了之后，没有人懂这些歌，然后就是透过 cover 唱歌，然后大家才认识我的声音。我好奇啦，怎样才定义是传统歌手？自己定义。虽然我们也没有很喜欢这样的分啦。你要坐这里是吗？来，可以吗？现在我们打歌有谁不是用网络吗？不是用网络的，有点勉强吧 ？OK， 我们接受。我们接受。我自己的歌我也放做网络的，我只是不红的网红不了吗？中午你觉得那边找不到吃吗 ？Oh my god！ 我不是觉得，因为我本来就是，本来就找不到吃了。歌手崛起吧！我是歌手当中应该是最慢热，但是最怕热的一个歌手，有点虚开，所以我当初出道的时候是传统的比赛出道的，就是 Astro 新秀大赛，我是2014年的冠军。Astro 新秀大赛2014冠军徐凯。大家开始注意到我的时候，是我第一场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唱一首英文歌《All of Me》。哦，不用吉他，我清唱就好了。'Cause all of me loves all of you, loves your curves and all your edges, all your perfect imperfections. Giving your all to me, I'll give my all to you. You're my end and my beginning. Even when I lose, I'm winning. 'Cause I give you all of me. Oh. 欢迎歌手 Uriah 徐凯。努力啊！好久不见。这样我觉得你还是那边的，快点回去。来，我看你怎样选择。怎么要握手呀？网络歌手，传统歌手，没错，这样我肯定是做制片的，不是吗？不冷咩？不是啦，因为我发现一个东西，好像拍节目很热，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天气，所以我就决定。哇，现在很冷哎，其实现在很冷，太真实了吧？哇，我的鸡皮疙瘩！我真的想，你们可以点了啦，不用紧了，拿手机出来玩，那全部人。歌手崛起吧！大家好，我是最 STEAM 的创作人 Madison 刘汉杰。首先我要跟你澄清啊 ，STEAM 啊，它不是一个粗俗的语言啊，它是形容一个人好像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可以用，喂，怎么你像 STEAM 了，还没有睡醒啊？就这种状态，所以我就处在一种这么 STEAM 的状态。我在肯定我想要唱歌这条路是在我8岁的时候，非常享受在表演，因为我喜欢那种撼住全场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的目光都放在我自己身上。那时候开始我就陆续有去参加表演啊。对，然后就不小心被 Astro 的制作人看上，然后就邀请我上那个节目。我是在2011年，然后那时候参加了 Astro 新秀大赛，是以学生兵团的身份，然后当踢馆者。我已经是6年级，然后当时候演唱的歌曲是我是一只小小鸟。我是一只小鸟。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
我飞上了西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当时候唱这首歌，可能就是我真的是一个小孩子，然后唱着我是一只小小鸟，那大人的事情啊，就是不要理那么多。然后现在唱完这首歌才懂，在现实生活中我真的是那只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就有一种心有力不足的感觉。欢迎歌手 Madison 尤汉杰。还有一个人哦，等于美律师。我要坐哪里？欢迎光临。没事，你现在你只剩下一个位置，就是你的了。不要这样，有位置你坐那里，lost。我本身是从传统开始，然后算是蛮早接触网络的，就自然而然就坐下去了。那时候，本来是Danny的位置。是哦。其实你更有资格坐这里。我跟你其实你更有资格。我看一下。你比较有资格。可以啦，可以啦。对，没有人敢骂你啊。欢迎下一组歌手。还有没？歌手崛起吧！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最会 cover 的飞色 AV 蔡恩宇。我2017年出道，我这出道8年了，我老哎。我的第一个爆红的 cover 歌其实是五月天的《派对动物》。我在翻唱《派对动物》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很不喜欢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不喜欢的歌，它偏偏就红起来。我记得才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它就破了100万。当时在做 cover 的时候，你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破了100万，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你知道吗？我出去街上的时候，我记得大家也是因为这首歌认到我。等一下，我弹错，不要怪我，是我指甲的问题，绝对不是我的问题。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oh oh. There's only lonely goodbye, oh oh. 你无缘变当宠物，敌人变成怪物，oh oh oh. OK， 好，如果大家想要听更多的话，记得到我的 YouTube 帮我刷一下流量。2个人啊，来，我来。喂！也对了，怎么可以没有你呢？这样多看的。这个人一点都不意外啊！我是不是来上那中国节目的歌手？我先注意的不是有哪一个嘉宾，我是注意到这么多 cam 呢，有一点恐怖啊！哇，那节目组是有点有钱啊！谢谢酷酷。要走开我，走开我，我们该每个都有这样做的啊。OK 啊，要自我介绍先。Hello， 大家好，我是贝姐。然后你觉得你是传统还是网络要介绍？我觉得我是网络的。你觉得这里谁没有资格做这个？你就没有资格了。这样车子要坐中间啊！而且你明明是第一个坐这里的，现在没有位置坐。大家好，我是车子。你最喜欢吃什么？我什么都喜欢吃。看得出。歌手，我们要一起传统的。你现在才回来，你走。请表演你最拿手的歌曲。歌词里面要有吃的。我们同一个训练班的，同一个训练班的可以一起做来。你们同个训练班？是啊，我跟他同一届的嘛，第一届、第二届。哇，很久了喂。对，我海螺出来了。啊？没有 ，OK， 你们懂海螺有过后有那个学院哦，在你们后面了。对，我后面了。最后一组歌手即将登场。做马鸟哦。来，白头发。歌手崛起吧！我是最会讲华语的马来歌手飞到了。因为我出道差不多4年，因为我出道的时候是在 MCO 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的歌，也就是阿拉斯加海湾红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在舞台上面唱。上天啊，难
哇，真正让我体验到大家喜欢我。开演唱会的时候吧，就是这1、2年的时候，感受到哇，真的是有人会愿意花几百块去买我的演唱会的票，然后来看我的时候。OK， 来。上天啊，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怎么明明相爱的2个人，你要拆散他们呢？你觉得你是网络还是传统？哦，肯定是网络，肯定是网络。肯定啊。不是 hybrid 咩？你还有 hybrid， 你可以 hybrid 哦，我应该不算传统歌手，我都没有参加过比赛，是吗？哦，所以你的定义就是参加过比赛才是传统。我觉得啦，如果要直接比较简单 ，cam 在前面。哦，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式呢，就是呢，传统歌手就是参加过比赛嘛，啊，然后网络歌手就是在网络上面红起来的歌手，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式啦。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好像看到一个圈内的好朋友、家人这样子，有一些人是算是已经蛮认识了的，对，所以这次还蛮期待的。所以歌手就应该 united。对，这样要给他做最后一个选择嘞。你觉得谁应该起来？你这里有一个很容易的选择，你就跟你的朋友做就好了。没有，因为我不想要这个节目的着重的重点是在我们。不要紧，我们不介意的，去啦。没有，我介意。啊，这样你就跟比赛比做。我让你啦，我跟他做啦。啊，你做了，你做。try OK，then 然后车子一起坐一起。啊，然后等你要这样做复印眼神。等你要那边了哦。还是你应该在这里啊。听控。哎。歌手。你要自我介绍先，自我介绍。你先讲，是传统歌手还是网络歌手？我是具备传统实力的网络媒体人。大家好，我是一个朋友。我就坐这里啊。好，你坐吧。欢迎始祖歌手来到歌手崛起吧！歌手崛起吧！崛起！你好，我是节目制作人黑皮哥裴勇。你们以为这是一个很欢乐的节目吗？接下来跟着我们的节奏，我们开始转一转基调，我们要进入严肃的话题了。制作人为什么当初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concept， 会想要做这档节目？我虽然不是歌手，但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但是你观察这几年下来，其实马来西亚的音乐圈面对这几个问题，是我到现在没有答案的。我只是觉得现在马来西亚缺乏一档音乐节目，是可以把2把不一样的声音集合在一起，去深入探讨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我们放眼这几年下来，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往好的方向走的。不管是马来西亚的成绩也好，音乐作品也好，大家都拿出很好的成绩单。我们提我们最靠近彼此的朋友们，比如说 Ryota， 他最近在最佳单曲制作，马来西亚的骄傲。最佳单曲制作人奖得奖的是天山凉太、罗文宏，一路以来，也包括大家的好朋友李佩玲，他也在国际的平台得了一个冠军。2023总冠军李佩玲，他们的个人成就都很高，然后呢，他为什么不会被大家记得？为什么他们的作品没有办法成为国际平台受认可这件事情？我真的问号，我也没有答案。我为什么还要出现在这边？本来我想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各个来自不同的地方的歌手们可以好好的交流一下。不出我所料，他一坐下来，明明大家很开心的嘛，他怎么突然间要这样 serious？Why？ 既然要聊这么严肃的话题，我们需要更专业的声音，让我们先欢迎
欢迎！欢迎施老师，志成大哥，还有管启源老师，我是周导者，我是卡卡，我们2位呢都是场外主持人。没错，那其实老师们懂不懂今天我们要来干什么呢？讨论一下，就是说看看2个不同背景的歌手到底放在一起会有怎么样的火花。OK，我蛮期待的。马上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也是很紧张刺激。我们在这20年下来，其实马来西亚曾经有过很辉煌的一代人，我们有一群 super star。超级对，可是这几年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是网络上太多东西看了啦。我跟中国的朋友聊，就是他们讲说，其实海外的市场也是这样子的状况。因为你现在听一些歌曲，你懂那个歌，但是你不懂那个歌手是谁唱的。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说法就是现在选择太多了，现在有这么多的歌手啦、演员啦、艺人啦，当那个凝聚力没有的时候哦，是很难造就一个人哦变得很强大，变成一个 superstar。在延伸今天会有一个我自己也是感受很别扭的窘境，是在于我觉得不只是歌手内部，也包括马来西亚的媒体也好，马来西亚的听众也好，其实是很自然而然把你们区分为传统歌手跟网络歌手。然后感觉你这样子讲，不是那些媒体哦，更加会一直讲网络。我 feel 到 3P 很介意。3P 这里的情况没有那个传统网络 issue， 因为我们很明显是网络，我们只是网红还是歌手有时候 media 啊，还有那种新闻啊，那种每次乱写有的没有的啊，有时候叫网红啊，有时候叫什么啊，但下面的留言网民也会跟着那个风向就讲有的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有这个节目的一个 push。所以把那个整个 identity 弄到更 clear， 我觉得是好的。可是现在我个人觉得啦，我会有一个形容，就是它就好像 F&B 这样。你知道 F&B 不是有老字号的？以前的重点，我之前开一个餐厅，我最主要就是那个菜我可以做到多精致多好吃。比如说 as 一个歌手，你需要有的 criteria 就是我要草龟调胡要我黑。你真的很喜欢吃哦。一直有，这只是一个形容，我会煮。开玩笑。传统平台出来的歌手就是老字号。他的 criteria 是这样。那网络平台呢？那网络就比较像是 franchise 这样子。我是真的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嘞，茶粿条，什么什么国企什么，我越带越偏。本来已经很乱了，还一讲我就更乱这样。很混乱哦。我其实坦白讲，我不太懂他这句话到底要表达什么东西。太过隐喻性了，我觉得。我不是很认同他车子所讲的那个传统歌手是有我黑要慢工出细货，网络歌手是 franchise， 因为我觉得也有人在网络时代慢工出细货 ，market 他的歌 market 得很好。我是觉得 promote 这块东西是很重要的。网络歌手他不只是要会炒粿条，他又还要再会可能炒一下饭，然后门面啊，然后要去招待客人啊，要怎么样去 marketing 啊这些东西。尤其是现在这个年代，厉害的人太多了。那你要怎样脱颖而出？然后你就一直 complain 来，因为太多人了啦，所以我做不起来啦，我的歌那么好听都没人来听，那个是你的问题。哇！没有，我想要讲的就是，当然我今天我不是说要不要做改变。这是谁讲的？因为就是身边很多朋友都是爱唱歌的，但是我们要认清时代的改变。他们讲说，哎，发了专辑没有人听啊，你们都没有去宣传，人家怎样去听？然后现在你要靠电台帮你宣传，你有什么东西跟电台去谈，他们才让你的作品去宣传，对不对？同意。你自己都没有努力，你怎么样让你的作品让更多人听到？哇！兄弟，是不是？我很少听到 Danny 这么激动哎。我想要回应 Danny 的这句话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直接想到我应该要这样做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擅长用 social media 的，所以对我们这个传统的媒体出来的歌手来讲，可能部分的人有跟我一样的感觉的，就是我们不知所措。我不是要改变，我要怎样？每个人不一样的，真的，每个人真的不一样的。
网红歌手和网络歌手，他们从以前被围绕的环境都是看网络上，他们觉得就是这不是 common sense 在那边，对我们来说完全不是 common sense， 因为我们没有被灌输说这个东西是 common sense，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可能我们不够努力。我经历过传统的发行的局势，我也活在一个网络的时代。传统歌手跟网络歌手最大的差别是，传统他们是等着被喂的，你就是待在那边，然后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做，有一点像傀儡这样。因为大家根本对那时候的趋势没有想法，但是现在这个网络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有发声权，所以他们可以跟公司来一起 discuss， 反而公司会听。可能我们以前所出道，我们就是负责好好去唱我们的歌就好了，或者好好去写我们的自己的歌就好了。然后 marketing 啊、包装啊、艺人造型啊这些东西，其实不用自己去思考的。所以可能我们传统歌手的 mindset 需要去做这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们没有办法去快速的去做这个改变吧。其实那个时候比赛出来，加入电视台，很多是节目，然后唱歌一定是给冠军去唱了。然后我想说，哇，我要发一首歌，你们都没有给我机会。然后后来网络崛起，我就发我的歌 cover 到网络上面。那个时候，我的经纪公司也就是 Astro， 老板讲说，小心讲，小心讲，小心讲。老板讲说，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作品发到网络上面呢？觉得很 cheap 哦。其实那个时候加入电视台，哇，我要发一首歌，你们都没有给我机会。然后后来网络崛起，我就发我的歌 cover 到网络上面。那个时候我的经纪公司也就是 Astro， 老板讲说，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作品发到网络上面呢？觉得很 cheap 哦，用到 cheap 这个字？其实这个是当时经纪人的问题，不代表是公司的问题，就是那个用词方面的问题。因为经纪人有时候会有这个落差，比较极端，不代表是可能公司的那个方向。那 Danny， 你这个观点呢，我觉得以前确实是合理，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 Astro 整个状况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我帮他讲好话，但你认真思考，他现在已经正式开始拥抱互联网。如果 Astro 不拥抱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会有今天这一档节目呢？他怎么可能会找网络歌手、网络制作人来制作一档互相结合的节目呢？对不对？啊 ，Astro best 呀！唱片公司要投资的钱很多。所以他们在每一首歌做每一个决定的当下，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赌这首歌红不红，也关于到公司未来能不能赚钱。我觉得我们最大的病是那个包袱，那个面子。是不是？就好像我刚才说，踏不出来。怎么讲？我们跟那些好像之前你们讲的一样，就是我们接受不了。我们有这个台面，站这台面了，为什么我们还要下去台？那边一个感觉了，它是一个 feeling 来的。其实以前不是说我们想要依赖公司，可是以前的那个时代跟那个文化，老实讲啊，以前我们一签约哦，10年砍紧杆照签的，就觉得说哇，这个是 one and only opportunity。现在你看你们 as 艺人啊，你们 as 网络的这个出身的都好了，你们尽管有公司哦，你看你们现在跟公司聊合作的姿态不一样了。对，你们很清楚知道自己的 value 在哪里，跟我可以让你控制的东西有多少。以前我们没有这样子的选择的，以前我们的认知也没有到这样高的。其实刚才我想对车子讲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发歌，你可以上其他 YouTuber 的节目去宣传呢。为什么当初你看邓紫棋，她来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会找马来西亚的一些网红去 crossover， 然后我就有跟他 crossover 做一个 cover。他是传统歌手哎，我是觉得网络这东西不要抗拒了 ，Why not 你去用它来好好的宣传 marketing？ 我觉得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 ，OK 咯，刚好有这个节目就可以去了解大家内心的真实想法，一起互相分享。哎，想问一下3位老师，截至目前为止，比较倾向于网络歌手的他的观点，还是这个传统歌手的观点？就网络歌手啊，我觉得对啊，他们的观点是，我觉得 Priscilla 讲那个很对。传统他们是等着被喂的，然后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做。但是现在这个网络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有发声权，所以他们可以跟公司来一起 discuss。时代的进步呢，其实
它应该要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不能再是那种一面倒的，就是被安排好的情况，然后歌手本身没有想法，完全没有自己的那个参与的话，他也可能有一天他会怨公司的，因为他会说是你们安排我唱的，你们选给我的歌，所以不红。那罗伊斯老师的话，我是网络歌手，网络好是好在他们会有爆点，然后他们抓得到那个 sense of viral，就知道什么东西我可以会有流量，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刚刚好，就是传统的一些唱片公司的一些企划宣传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我反而觉得大家都是 adapt to the new world， 然后我们其实就是用现在的 platform 来用传统的思维方式，然后去宣传这个东西。我觉得最大的那个 ending 哦，你们所谓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是，我对啊，自己要什么东西？我们现在讲传统跟网络嘛。我们讲网络跟成功，这样传统要怎样做才算成功？网络要怎样做才算成功？我觉得成功的点很容易啊，成功的点就是你的流量高。我觉得这是一个点啊。所以我就讲这个不一定。我觉得这是一个点啊。我所谓的流量可能就是一个认可吧。我觉得你发出去的作品可以受到认可。这个才是你想要把你的作品分出去的最原始的这个初衷嘛，所以才会把它 share 出去嘛，要不然你不会 share。流量就是最容易看到，观众有没有认可你的东西，认可你的故事也好，认可你的音乐也好成功的点就是你的流量高。不一定哦。这个其实到头来还是你发自内心你自己想要什么吧。如果你今天觉得，因为有些人真的是我做好一张概念专辑。然后这个概念我很喜欢，我把这个艺术抒发出来，够了，我爽啊。OK， 他对他来讲，他就是已经成功了，没有对错。对。可是像我的话，我自己本身我就会很注重我的音乐要被更多人听到，我觉得也没有错。那我可能我的角度我会提到很多流量要怎么样抓住人家的 attention，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觉得你怎么要讲这种流量 algorithm 这种东西？不管你今天要维持你的所谓的传统歌手的路线，还是你要在网络上面游走，你要在网络上面做任何 content 都好，你做这些事情，你要问回你自己，你开心吗？我做到很开心，这样就可以了。梅丽森，你觉得好的歌手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只要你知道你自己要做的东西，我是那种即使我有公司绑着我，然后他不让我发歌。我也会自己丢钱出来做的那种，是我们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对，我觉得它是一个趋势啦，流量这种东西，它满足不到我。就是一首歌爆红，当然是好事啦，我都希望，假如有更多人听我的歌是好事，但是我觉得我比较顺其自然吧。我已经经历过那种发歌然后无人问津了。他们里面我第一个认识的其实是梅丽森，3年半我是看到他在 thread 上面的一个，好像是他 repost 一个人家讲的，我每次写歌没有人听，然后他 repost 然后就写已经麻痹了，所以我在想他是在意吗？还是其实麻痹了？还是只是在掩饰自己？我觉得更多时候他就是已经束手无策了。其实我觉得他是不承认，他 in denial， 就是其实我觉得他是 care 的，care 到他觉得他不 care， 你明白那个？可是这个也只是我们的猜测跟 feeling 啦。希望在这个节目可以更加了解他，然后知道他的原因，然后更了解。我这样听他讲话，我很喜欢他你说谁 ？Kevin 吗？钱咯。他有思考很喜欢他刚才美迪森讲到一个东西啊，我觉得 Kevin 的观察也是对，反正都没有人喜欢 give 的那个态度来去掩饰我自己的无能为力，但是其实他不是无能为力，他其实你问我说，我的歌没有人听咯，就是这样。其实对我来说不会没有人听的，只是他没有达到他心目中的那个数字。我觉得他刚才讲一个东西其实还蛮矛盾的，你知道吗？他说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要什么就好。我很想问他，那你知道你要什么吗？我知道他很喜欢音乐，他可以愿意为音乐做很多事，可能他自己觉得他有做到，可是我们这样看他听他的歌是，好像还没有思考完整。我认识他很久，我知道他的创作才华就是可以写很多歌的人。
然后他其实可以写大众，可以大合唱，像飞道尔那种歌，他其实写得到，对可是他不想写。他不想写，对，那就是你的选择啦。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有些东西是你想要，跟你能要，对，跟最后你要得到吗？你知道吗？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很多歌手很奇怪的就是，他们开始有歌红了，但他会不喜欢他最红那首歌的，然后他后面就很快去做别的歌，结果他就停。但你看，即使以前也是啊，那种国际巨星，他们都不喜欢他最红的歌。但是如果他们肯继续让他知道市场要什么，你就先做吧。到你真的有一天是天后了，你再做你喜欢的歌，那大家也能接受了。对。但很多人就是过不到前面，就会是这样子。不好意思，老师，你要不要安慰一下Madison？ OK， 汉吉，我觉得其实你有很多把刀，真的。我觉得你现在走得太快，你应该退后一步，然后再来看自己，然后磨好你那个当初让你最开心站在台上的时候的那种感觉的那把刀。哇，想哭了。我觉得这样子你才会能够继续往前走。说得太好了，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其实聊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网络歌手是懂流量的，但过度懂流量也会延伸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到底会不会被流量绑架？网络歌手可能面对一个问题是，流量牵着走的时候迷失自己。你们会遇到这个问题吗？会，我有，我也是有。写歌的是我吗 ？Of course， 流量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最直白的成绩单。最直白就是讲那个就是成绩吧。会 stress 啊，可是 of course， 如果不能得到那个号码 ，then how？ 你又不可能哭啊，你哭又怎样？你那号码不会上去的哦。我觉得因为他写歌嘛，还有我 plan 整个东西的时候，我也是会跟他讲，你不用去管这个些，讲他也是人嘛，所以他会被那个会被影响。哇，等一下这首歌如果没有红，没有 viral 这些东西，所以我其实还好了。我们想好 plan 那3首的歌哦，好像可能他写这首还会想哇，前面那2首要讲弄 viral 哈，可是在我觉得我已经遇到那2首不会 viral， 不，我觉得 it's okay。我是觉得，因为那个 stress 弄到我写歌的那个心情有影响到啦，所以会变成好像写得不开心啊，然后写出我不喜欢的东西，我一定会觉得来，如果我写得不好，我会害了他们2个。没有，我是因为觉得。我刚刚说，我说他们3个人的感情很好。Danny 他是一个可能统筹的人，然后 Kevin 的话就写歌，所以他就做音乐。然后我觉得像 Kevin 的话就是那种，你要做中间的桥梁，你们做我挺你们。所以你看，人家喜欢 3P 对不对？他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跳舞好，对，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 spirit 啊，就是那个精神啊。3P 他们可能3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有点像以前 S.H.E 你知道吗？你就是3个人都是互补那种状态，然后你就觉得说，你看到他们，你觉得很喜欢这3个人站在一起。对，所以我刚才好像我这么会讲，我好像跟自己打仗。其实我就是你刚才讲这个观点和刚才他讲的观点其实就是一直找不到一个答案，一直在挣扎啊。好像然后我刚才讲，好像最直接的成绩单就是那个 view， 但是其实我 somehow 又 agree，somehow 又不 agree， 因为好像有一些歌它是烂到啊流量高。对。OK， 我例如你们记得以前有一首歌叫 Friday 嘛？Friday。It's Friday，gotta get 流量高啊。然后 OK， 我不知道那个 creator 他会不会开心，还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成功。我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 cover 有人听，但是自己的歌往往就是没有人听。这个是一直以来我没有一个方向，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都不敢发个人单曲？我会想很多，发了这个单曲会不会有人听？开始接触网络时候会有的焦虑，不要出歌啦，就唱 cover 就好啊，拍一些业配赚钱啊，哇 ，Danny 很真实哎，没有，其实我觉得我绝对非常能够拎到他的这个心情。对 ，Danny 他很少会这么坦白，把这么丑陋的事讲出来。这是丑陋吗？我觉得所有的 content creator 都会这样子的。你 cover 会红是好也是不好，因为你靠 cover 红的话，你就很难走到自己出来。很坦白的状态是，当你在唱 cover 的时候，你在唱别人的流量。对，对，
可是当你在唱自己的歌的时候，你要唱自己的流量。比如说像他们说刘德华是那个票房的保证嘛，因为他唱的是他自己的流量，他没有唱别人的。所以我觉得要做到能够唱自己流量，这个才是一个很厉害，然后跟有所以才会点难的反映到就是事情现场的号召力跟网络上的号召力。对。你们刚讲了这以上这一块，你们也包括你要做好自己的音乐，唱好自己的歌，可是作品速度确实，我们拿量来看的话，好像真的是他们的1年是你们的5年，你知道吗？请问这个是你们的节奏，还是你们一直以来其实都在一个舒适圈不想出来？雷信，我有出歌，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不管我是你讲的不是我，你讲的不是我，哎，你们来回答。的确是啊，美丽生有持续的在出歌。那 Madison 以外，请问在座的你们4位，还有出歌，我有出歌，我5月才刚办完音乐会。那你的作品？对我自己本身，我其实去年就有作品，就是可能我做的东西太比较冷 ，baby， 的确是钱，因为我不是福利可以全部自己做的人，有别的东西我必须要说，你怎样都要用到一点钱。那再加上我现在已经没有公司了，我现在已经 solo 了，所以你就更需要有一定的资源来做这些东西。其实他讲钱的东西哦，我心里是在我们一开始拍 MV 全部自己丢钱的，我觉得他们是不舍得丢，不舍得去做，因为我们20多首歌才几首有 sponsor 吧，我们其他都是自己丢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投资，for me。或者是做一首歌也是不一定要大 budget 的嘛，还是可以小 budget 出的嘛。我会要做多一点。当初我的初衷是什么？如果我今天要靠它吃饭，我就不能这样做了。Whatever market 要做，我都要做了。But 如果我 financial 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今天我做音乐就是我的 biggest passion。这个 art 我就很 purely 做 art 的东西。我觉得我比较会倾向的是这个啊，因为我的确我自己本身也有做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演戏也好。我做的一些餐厅的生意也好，我这边可以搞定我的 financial。对我来说，音乐我可能就会比较有的选，我想要怎么做。我觉得，那我们 FS， 我们的确我们在舒适圈我们停了很久。我们自从我们的第3张专辑之后，我跟他都没有心要再去好好的经营福音SM。因为在 MCO 的时候，其实讲真，我需要照顾我家人，然后因为我妈妈是需要依赖我的。讲白一点啦，我那时候我对福音SM我没有心了，我一心就想要一直出我个人的东西。约满了之后，我是热血澎湃 ，OK， 我终于可以尝试要出我个人作品的时候，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就觉得说啊，现在我就可以做什么做什么，我就先尝试一点网络的东西。FS 福音SM有时候一些东西，我又再去尝试去做一下，可是全部都两头不到岸。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我跟 Sam 讲说，对于 FS 来说，我觉得是最后一波。就推我们的最后一波。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我跟 Sam 讲说，对于 FS 来说，我觉得是最后一波。就推我们的最后一波。刚才傅颖一直讲说，他一直想走个人，因为他们也是做得好好的，或者是太依赖公司给的方向。我真的好奇，他们是不是有吵过架，才会想要说，哎，不想继续啊 ？Maybe。他们两个讲到好像开始这样，感觉上他们没有 together， 没有那个 chemistry， 看得出他们有 something 啦 in between。虽然他们想要福音 SM 这个东西起来，但是感觉他们两个很无能为力的 feel。而且我觉得我们会比他们幸福，是因为我们是 chemistry 很好的组合。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在哦，因为我们是跳舞一起很多年了，才一起做歌，而不是来要不要一起做歌，要不要一起做？我们出来有人这样很容易吵架。我们就是先懂合作是会很好的，我们才来去做这个唱歌这块东西啊。可能有人 push 来 push 去好像讲真的，你给我一个的话，我觉得我做不到啊。我没有你们2个的，我做不到啊。说真的啦，真的，因为我也习惯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如果一个人的话是做不做得到的。我觉得我是做不到啦。他们现在是在真心就是大告白到最后哭。哎，这是很少见。我觉得 Kevin 最近有打开自己的心房。以前我们访问他的时候，电台访问他的时候，不要讲这种东西啊，这种现在很主动。我就是说，有看到他们不一样的一面。而且他们知道他们都是互补的，而且他们的分工明确啊，就是一个是你的做歌，然后和事佬这样子，所以他们不会来有一种竞争的心态，那种我们都是同属系的，他们不会这样子，他们觉得说是互补，而且他们也没有唱片公司去教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是自己商量出来。对，我们刚好那时约满的时候，也就开始向别的地方做。我们那段时间也基本上都没有钱赚，要改变咯，要改变的时候，Sam 就做了改变。我还是很向往可能这个圈子里面的东西。我觉得我是到了近半年才真的有点流量，我好像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尝试做一下音乐这一块。过去2年我尝试在做，可是没有一个东西起来，那时候很可怕。那你会觉得累吗？就是来一直要追 follower， 追 follower， 追 follower， 那怎么办？是焦虑感，我觉得挺焦虑，可是我觉得的确真的不容易啦。当我现在到了一定年纪，我薪水，当我的钱还是不稳定的时候，一定会焦虑，很焦虑。我们曾经有一个巅峰期，我会觉得没有啦，没有怎样啦。可是我觉得突然间，当你沉淀下来的时候，就会 feel 到哇，我很开心来。After 合约过后，我跟他真的有好好聊，感情真的变很好。如果万一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至少我们还有这段感情。其实聊到这里呢，我发现，不管传统歌手也好，网络歌手也好，大家都有自己的难处，大家都不容易。可是往好的方面想，我觉得现在至少这个阶段，歌手们都把自己的心房给打开，很难得看到有这么真诚的一面的大家。我觉得节目开始越录越有趣，我其实非常期待歌手们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进展。其实制作这档节目，我最后的终极目标是我希望各位听众，你看完节目，你会分不清谁是传统歌手，谁是网络歌手，你只会记得马来西亚有一群很优质，还会因为梦想而热血的全能型创作歌手。但毕竟这是一个比赛。有比赛就有成绩，有成绩就会有淘汰。那决定谁必须要离开这个舞台呢？我们就让成绩来决定，谁才是那一位最优秀的全能型创作歌手。好好 enjoy 属于你们接下来的舞台。谢谢。OK。讲真，到目前为止啦，我真的没有看过 Malaysia 有过这样子的节目，很少有机会一群在做创作的人可以聚在一起，我觉得很难得的。我就很想要就跟大家多多交流这样子咯。很好一点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大家可以真正的讲出对对方的真实的感觉，它很新鲜。我不懂它会是怎样的一个 impact。哇！观众朋友们，你们看了整个节目之后，你们最心疼谁呀？或者有没有好像罗伊斯老师这样子被 Kevin 圈粉啊，还是被谁圈粉呢？请 comment，OK， 请 comment， 然后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歌手崛起吧！当我对你的爱开始，哇，收不回来，说爱。他这样子做，他的士气不会重了。哇！大家先扫掉那些不开心的东西，来进来进来。我在哪里？大家好，我的姐姐是贞子，我的妈妈是楠，
我是很出名的 Annabelle。我是故意从海上面爬上来的，我在里面现在待了很久，终于有机会上来了，就来到这个歌手崛起吧，然后我闻到很多洋气，我一定要去吸干，不，我一定要听他们唱歌。欢迎大家来到酷酷为你们准备的 Healthy Room。哇，这么优质的节目，当然有这么优质的 client 啦。这么优质的 client， 当然有这么优质的代言人啦。请问是谁呢？酷酷 Summer Healthy 啊！哇！哎呦，这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按摩椅嘞，我婆婆要我都没有买给她。哎呦！歌手喉咙很重要，喝水很重要，要喝当然喝最健康的可口饮用水。哇！哇！这个就是酷酷欧高啊！我们自己办，哇！喂，阿拉斯加海湾啊！哇！哇，太舒服了！哦，等一下。一个好的管家是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饮食起居，你有怎样的要求，我都可以满足你。我要热水，我要冷水。哇，你这么可以同时有2个温度？不是我厉害，是酷酷 Grande 微碱性净水机强。酷酷 Grande 微碱性净水机，从摄氏5度到100度的水温都有哦。除了有高温消毒出水口功能，还有6层过滤系统，可以消除99.99%的病毒和细菌。多喝几杯水，唱歌才会更洪亮的嘛。Room temperature water. Cheers！ 这个。再次欢迎所有的歌手们来到由酷酷为你们准备的 Healthy Room。接下来呢，这3天2夜呢，6位比较优秀的歌手，你们将会有资格入住这一个豪华总套房。犀利啊！输的呢，你们房间我先诚实讲很可怕，你们必须在我们的神秘嘉宾的陪同下，去到另外一间房间。 My God！ 不要担心，我会陪着你们的。这样真的很可怕。我好奇了，你的阴间的审美啦，在座你觉得谁最帅？最帅的歌手啊！你要做谁大腿？好，我不是这么肤浅的人的，我真的不是这么肤浅的人的。真的啊，就是。你可以反抗一下吧，你反抗一下吧。我没有想要拒绝的意思。我不喜欢这种没有挑战性的。你以为这么容易就可以入住这么漂亮的 Healthy Room 吗？当然要玩一点点游戏啦。那歌手毕竟是歌手嘛，他们对歌曲肯定是了解。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个 maybe 可能会考倒他们的歌曲乱猜。上规则，歌曲乱猜。待会呢 ，Happy 会播放一首歌，歌手只需要正确说出演唱者、歌名或者唱出 chorus 3个的任何2个，就算成功啦。所以最快，只要你一懂，你 confirm 你懂，马上举手喊自己的名字。啊，这个名字是要 IC 的 full name。我的 IC 名很长哦。来，你念看。On Fuyin Chronicles。我吓到哎，福音这样长哦，还没名字。很长哎，名字这样长哎，我没有看过这样长的名字。On Fuyin Chronicles。什么？要答的要举手喊自己 IC 的全名。我唱啊！我们标准防迷信。赢了！姐妹，找到个更长的名字了哇！好长哦，怎样念的？好像 rap。好，我们先从入门级别好不好？这一首大家从小听到大的歌，我们就先从我们的歌曲库的第一首来准备，音乐起。李友杰、古卡琳，大家先拿，等一下 ，Danny 阿 boy 是最快举手，但是 Danny 3P 先把名字讲出来，来准备啊。
你是天，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S.H.E。恭喜答对 ！Thank you，Thank you。恭喜第一位成功入住我们的豪华套房 GP 准备好啊，我们就来第10首，音乐起。古咖喱，古咖喱，古咖喱！啊，我会这个。Danny 阿妹，请作答。3、2、1，锁定答案。喂，你不会就不要举手啊！大仙，难得王瑞燕这样积极，我们给他一个。你追我躲，結果等something 我。歌名，你講。十貨。哇！恭喜答對！結果我也會啦，不能的，人家陪我就是愛給他過。我睡小哦，我可以跟你睡的，我不要。好，準備好啊！第12首，音樂起。站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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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歡迎一個370，請作答。愛拼才會贏。天分靠打拼，愛拼才會贏。恭喜370答對！準備好了，歌曲庫第24首歌，音樂起。Are you ready, kids? 莫瑞菲老師 SpongeBob SquarePants 來 chorus。Who lives in the SpongeBob SquarePants 恭喜莫瑞菲老！啊，給你贏。我怕等下有人 comment 講我欺負馬來人。沒有，我們satu Malaysia, OK。Aku cinta padamu, Firdaus bin。呀 ，Muhammad Firdaus bin 呀 ，Firdaus 耶。歌曲庫第26首歌，準備。音樂起。那凱文，有沒有解決？那凱文，我歡迎過來攻。你每次許下快點回家吧。平靜的夏天，天空中繁星點點。梁靜茹，喂，恭喜答對！最後一個名額，音樂起。哇！給哪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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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靜！周杰倫雙截棍，來 chorus。我覺得這個可能真無敵。我真的沒有看過車子變蘿莉，然後一邊說蘿莉在撒雙截棍。請問大家玩得開心嗎？開心！我在這裡正式宣布，我們玩多3首歌。但凡答對的人，你可以把你討厭的人換回來坐這裡，換回來坐這裡。好，舉手慢。歌曲庫準備第6題，我們音樂起。大天令，這個什麼？大天令，我叫大天令。睫毛弯弯，眼睛眨眨，王心凌。
play。啊？这你才猜到？才播那个一秒，接他就答对了啊！各位观众不要乱想，我真的不是因为我们都是My FM 的同事，我就给他过，没有，我没有作弊啊！呀，没有作弊，真的啦，真的没有作弊。OK， 来，大天鹰，请问你讨厌谁？把他叫回来。我没有讨厌谁，我只是想要把区别拆散嘛。啊，你帮我选一个，帮我选一个。选刚才谁最好的呢？我最后一个，我等你。我们正式宣布，我们让 3P Danny 回队。Danny， 你看嘛，第一题答对，以为很串这样，你看最后不是下回来报应？还有啊，叫你不要得罪女人啊，我们女人很难搞的。准备，歌曲库第17首歌，音乐起。刘天 ，Sorry， 你先举手，但是 Danny 先讲名字。Let's go Danny！ 我没有，我讲。哦 ，OK， 可以，不要生气。就在今天早上 ，Priscilla 感到喉咙非常不舒服，一定是昨天吃太多麻辣了吧。于是呢，紧急去了诊所看医生。Priscilla 就这样折腾了一个早上，终于拿到药了。为了这个节目，我吃，哇，好苦啊！ Sorry， 好，你小声讲。Let's kill this love 啦！还有一个什么 ？Let's kill this love。对呀。恭喜蔡而语入驻总统套房。你要哪一个人回来？换一个人下来。你要换一个人下来。他是 OK 的我，OK 吧？这是你 OK 吧？还要跟你双截棍，我跟你讲。我问你们，刚刚他的双截棍精彩吗？精彩！你们想要再看他来多一次吗？来跳回去吧，你的手。Oh my god！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题。OK， 哇，我紧张，我们音乐起。刘星，我听到他讲一 Danny 最快。 Baby， oh 来 ，Justin Bieber， 恭喜答对。这位自己跑回来，一定是我的吗？金，你回去啦，你去哪？我这很美嘞，哇！给我看一下，有可能我不要选你嘞。你看谁要跟我换？你要跟，请开始，不要对视。OK， 不用这边有这样子，这里的话就飞到我下来，这里的话，我交给老天，这里是飞到了，这里是赵杰英 ，OK， 白是赵杰，我来丢，你来丢好。来啊！感谢酷酷主要赞助《歌手崛起吧》，歌手美声不断，酷酷10年与您健康常伴。正式宣布《歌手崛起吧》比赛赛制。歌手跟歌手之间为什么要比赛？分数最低的2组，对不起，你们必须离开这个舞台。哇，你真的很变态嘞，你有病啊，真的。Road to be fair， 我很担心 3P， 我希望可以安排可以提升你们唱功的一堂课。我觉得一定有东西的。裴勇如果没有 create drama， 他就不叫裴勇。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就是7座金曲奖得主。其实裴勇是答应我，他会请萧敬腾的。难道你的金曲奖可以请到王力宏？
会不会是张惠妹啊？ Astro，你把我真的是喊单嘛？这是。